虽说七界圣府的七界诏令搞出的动静很大，可楚风其实不怎么在乎，反正楚风也不会参加。此时他已是带着小鱼儿动身，向苍穹天河斗战星域的一座世界航去。小鱼儿，斗战元族你了解吗？途中楚风对小鱼儿询问道，因为楚风已经想起来斗战元族这4个字，楚风为何熟悉了？当年楚风回到楚氏天族的时候，为了了解其父亲的过去，曾向不少人打探过关于其父亲的事，其中倒也打探到了关于老猿猴的事情。老猿猴乃是其父亲外出历练归来之时，与父亲一同归来的，所以大家对于老猿猴也都不是太了解。但老猿猴曾自己说过，他乃是斗战元族族人。当然，楚氏天族的人虽为一方上界霸主，可实际上是真正的井底观天，连落寞的祖武天河格局都不是特别了解，自然也就不知道斗战元族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只是当时根据老猿猴的实力进行猜测，大家也都觉得那斗战元族很不简单，但也仅此罢了。实际上，哪怕是楚风现在对于这斗战元族也不了解，不是很了解，但是听闻过。根据史料记载，斗战元族是一群猿猴模样的妖族，他们行事霸道且很讲义气，虽是妖族，但却极具侠义精神。他们不仅实力强大，人缘也是极好，原本是有机会称霸一方天河的，可不知是何原因，他们扬名没有多久便突然消失了，并且是在时代初期便消失了。小鱼儿说道，斗战元族也消失了。楚风眉头微皱，时代初期的确很多强大的势力都消失了，可不对啊，老猿猴明明自己说过他是斗战元族的，若是时代初期斗战元族就消失了，那老猿猴又是如何遇到楚风父亲的呢？那就只有2种可能，一种是斗战元族并非真的消失，只是隐姓埋名，实际上一直存在于世，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老猿猴并非真正的斗战元族族人，他在说谎。但楚风觉得第一种的可能性更大。时代初期好多强大的势力都忽然消失了，但有一种猜测说他们都进入太古神域了。我之前不是说了吗？除了远古初期那些强者之外，浩瀚修武界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天神境强者，与天龙界灵失了。因此还有另外一种说法，那就是时代初期天地能量还是较为充沛的，但是后面便开始减弱。而有人推断太古神域内则是有着更强的天地能量，所以许多强者为了能够突破自我，都选择进入太古神域，甚至有的势力举族迁移进了太古神域，就算不是举族迁移的，几乎那个时代的强大势力都曾派人进入过太古神域。只是太古神域虽没有踏入限制，可却是有去无回之地。于是有人说，太古神域不仅天地能量浓郁，更是有着太古时期的诸多传承，因此进入太古神域的人都已经修为大涨，那里面实在太好，所以踏入之人不愿回来。但也有人觉得，就太古神域再好，也不可能所有人踏入其中就都不愿回来了，毕竟浩瀚修武界还有他们的亲人，所以便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那些人不是不想回来，而是根本回不来。可腿长在自己身上，怎么可能回不来呢？因此许多人都觉得进入第9道天河的人都死了，所以许多人称第9道天河为太古炼狱，对那里害怕得很，打死都不肯进去。小鱼儿叹道，那你觉得第9道天河究竟是太古神域还是太古炼狱？楚风问。我觉得太古神域应该是个好地方，但也不至于好到去了的人就连出来都不愿意，毕竟哪怕后面各方势力也都曾派人进去打探过，只说这些人有命令在身，就不应该去了不回来。所以我觉得太古神域应该是有着特殊的禁制，去了就回不来，也是禁制所限。大哥哥你觉得呢？小鱼儿问。我觉得你这丫头的分析较为合理。楚风说道。嘿嘿，其实我和我父亲还有我哥以及大部分人都这么觉得的。小鱼儿笑眯眯的道。那你以后有去太古神域的打算吗？楚风问。有，我是一定要去太古神域的，但是在那之前我还要做一件事。小鱼儿道。什么事？楚风问。先让我仙海鱼族登上浩瀚修武界的最顶端。小鱼儿道。仙海鱼族不已是浩瀚修武界顶端了吗？楚风问。不，我说的最顶端可不是最强势力之一。小鱼儿意味深长的道。哎呦，看不出来小丫头蛮有正事的吗？楚风笑道。楚风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其他人说这种话那可能是梦想，但小鱼儿不是，他是有这个实力的，只要给予他足够的时间，他完全有这个实力将仙海鱼族带到浩瀚修武界的顶峰。所以正是这2个字来形容小鱼儿，在楚风看来更贴切，因为这丫头一副小孩子模样，还真看不出来有这种想法。大哥哥应该知道当今时代被称为神之时代吧？小鱼儿问。有所耳闻。楚风道。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任何时代都有人能封王，可唯有在神之时代封王者才会被世人铭记更深，而我仙海鱼儿想做这个时代的王。小鱼儿笑得很甜，依旧如以往一般，让人看到他那甜美的笑容会如痴如醉。楚风也是看着此刻的小鱼儿，才意识到这个丫头还有另外一面，这一面可以说是富有野心的，也可以说是富有志气的。但楚风很喜欢这样的小鱼儿，可还是不合时宜的说了一句，不是封神吗？哎呀，人家觉得封神太土，封王好听一点吗？小鱼儿道。好吧。楚风露出了坏坏的笑容。大哥哥，若是有朝一日你我为各自家族荣誉交手，你会让着我吗？忽然小鱼儿问道。为家族荣誉而战吗？楚风问。是。小鱼儿点头。那我可不会让着你。楚风说道。真好，大哥哥果然与我想的一样。听到楚风这个回答，小鱼儿不仅不生气，反而笑得更加灿烂。那你呢？楚风问。我也会全力以赴，这是对大哥哥最大的尊重。小鱼儿说话间还故意挥了挥他的小拳头。那也要点到为止，可别把大哥哥打死。楚风笑道。哎呀，大哥哥说什么呢？人家怎么会下那么狠的手？人家一定会点到为止的啦。不过大哥哥也要点到为止，还有尽量别打人家的脸，哪怕失败，人家也想漂漂亮亮的败在大哥哥面前呢。小鱼儿笑道。一定。楚
楚风应道：“那可就这么说好了哦。”小鱼儿道。楚风点头。楚风与小鱼儿一路上相谈甚欢，简直有聊不完的话题。这种相处模式下，就连时间都感觉变快了许多。而女王大人似是故意不想打扰楚风与小鱼儿相处，竟少见的修炼去了。按照地图赶路，楚风与小鱼儿最终来到了苍穹天河斗战星域内一个名为仙江的上界。乱世书生流于楚风脑海中的地图，除了没有标注详细的名字外，其他的还都挺详细的。只是来到遗迹所在位置的时候，莫说小鱼儿，楚风自己都怀疑这地图的准确性了。这是一座繁华的古城，古城之大堪比一方下界，而地图的最终位置则是在一个名为王氏人家的宅院。宅院很大，堪比下界的一座王城，可以看得出王家也是一个大户人家。只不过这个王家早就人去楼空，此地已荒废几百年。但除了这个王氏人家外，周围的家族则都在。楚风与小鱼儿并未现身，立于虚空之上打量着下方，只是哪怕动用自己的观察手段，小鱼儿也并未发现有任何特殊之处。大哥哥，真的是这里吗？小鱼儿看向楚风，开始有些怀疑了。他自然不会怀疑楚风，只是会忍不住怀疑乱世书生是不是在骗人。地图显示就是这里，只是我看不出任何特别之处。楚风也在观察，但哪怕天眼也是什么都看不出。用这个试试。楚风说话间取出了天师拂尘。大哥哥，你这个拂尘。看着楚风手中的天师拂尘，小鱼儿顿时眼前一亮。你认得？楚风问。很像是天师神宗的宝物。天师拂尘。小鱼儿说道。你居然认得此物？楚风叹道。他感觉这不是一件好事。如果小鱼儿都认得，那说明浩瀚修武界许多大人物都认得。这样说来，真的是天师神宗的秘宝了。我还是从我父亲珍藏的宝物中看到过用来收藏的赝品。小鱼儿也是目露惊叹。我这个应该是真品。楚风点头。大哥哥，你真是好气运啊，竟然能够得到这件宝物。不过此物一定要谨慎使用。虽说如今认得此物的人并不多了，但许多老一辈还是认得的。若是被他们发现你有此物，可能会对你不利。小鱼儿提醒道。我会注意的。楚风说话间也在催动天师拂尘，只是天师拂尘没有给予任何指引。这件秘宝也没用吗？小鱼儿意外，因为据他所知，天师拂尘就是专门用来勘探遗迹的宝物，哪怕界灵师发现不了端倪的地方，此物往往也都具有神效。他想帮我的时候还是挺神奇的，但他具有自己的想法，很多时候不愿帮我。楚风说道。这么有个性呢？听楚风这样一说，小鱼儿反而来了兴致，竟用那雪白的小手轻轻地抚摸起天师拂尘。好拂尘，你帮帮大哥哥好不？见状，楚风笑了，笑小鱼儿的古灵精怪。就算拂尘有自己的意识，但也是老妖怪那种，怎能当小孩子来哄？可下一刻，拂尘竟有了反应。我去，丫头，你也太厉害了吧！楚风目瞪口呆，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种方法居然有用啊！难道真的有用？就连小鱼儿自己都感到意外。有用？你看，楚风将目光投向天师拂尘，此时久违的血色气焰的确已经自天师拂尘释放而出，并且最终飘向了下方的一口古井之中。好家伙，原来你是好色之徒啊！楚风笑眯眯地说道，旋即便飞落而下，直接进入古井之中。楚风之前早就用天眼观察过古井了，除了相比于宅院内其他建筑时间较新之外，便看不出任何特别。只是哪怕眼下进入古井之内，也是看不出任何特别。而天师拂尘的指引也只是指向古井的底部，便没有再其他指引了。看来问题就在这口井了。楚风说道。楚风之前就发现这口井打造的时间与此地的其他建筑不同，院内的其他建筑时间较久，唯有这口井的时间不过几百年。而天师拂尘又将线索给在了这口井的底部，便说明这口井应该是有问题的。丫头，你先不要现身，我去打探一下情况。楚风说话间便与小鱼儿一同动身，但唯有楚风现身，而小鱼儿则是继续隐藏身份。毕竟小鱼儿身份太特殊，除非逼不得已，否则还是不要现身为好。而一番打探后，楚风得知这座古城建造的时间很久，在时代初期便已经存在了。这座古宅呢，也是换了好多次主人了。王家在这里居住的时间只有短短的3000年左右，相比于这座古城的其他家族，王家居住时间并不算久。而王家之所以搬走，且至今没有其他人愿意搬入这里，乃是因为700年前王家的小姐忽然要在自己的院子里挖口井，就在那口井挖成的那一夜，王家小姐便疯了，并且在那之后，王家之人不断有人发疯。除此之外，许多怪事也是接连发生，甚至开始有人死去，并且死状极其凄惨。没过多久，王家便搬离了此地，于是有了诸多传闻，说是王家小姐在那口井里挖出了不干净的东西，招惹到了邪祟。也因为这件事，周围的许多邻居怕被牵连，也都搬走了。直到后面发现周围邻居并没有受到影响之后，才又搬了回来。但王家的宅子却一直空着，没有人敢住。问题还真出在那口井，一定是他们挖到了什么。大哥哥，乱世书生到底给你留了什么啊？真是太想知道了。小鱼儿美眸明亮，听到关于王家的事后，他反而更好奇乱世书生留给楚风的究竟是什么了，甚至有点小兴奋。应该是不管了，过去问问便知。楚风经过打探，已经知道了王家人如今居住的地方，虽然距离有些远，但幸运的是他们还在这个上界。于是楚风也不犹豫，直接带着小鱼儿动身，向王家人如今所住的地方飞掠而去。王家人如今隐居的山脉很大，虽只是一方偏僻山脉，但其面积却是整个祖武下界的数倍，这是辨上界与下界的区别，也是修武者生存土壤的差别。下界于下界人而言，也是许多人倾其一生都无法全部走过的浩瀚之德。可就是那种下界人眼中的浩瀚之德，却连上界一片山脉的领土面积都不如。也难怪上界之人，下界之人乃井底之蛙，而这山脉不仅大，还人迹稀少。
想在这里找到王家人，是真正的大海捞针。可楚风却丝毫不担心，既然隐居于此，定然会留下诸多踪迹线索。这对于楚风这种级别的界灵师而言，并非难事。很快，楚风便根据观察到的线索，找到了王家。王家乃大户人家，宅院依旧很大，用小型城池来形容都不为过。只是却没有了古城内那宅院的恢宏与华丽，反而尽显古朴。而还未进入宅院，楚风便已发现宅院内有着不少疯癫之人，并且以年轻人以及孩童居多。小鱼儿，还是老规矩。楚风看向小鱼儿，小鱼儿心领神会的点了点头。旋即，楚风直接现身，而小鱼儿则是继续隐藏身形，可却也跟着楚风。何人？王家防范心很重，楚风刚刚现身，便立刻有多位高手纷纷自宅院内飞掠而出，将楚风团团围住。诸位，我来此并无恶意。楚风抱拳施礼，但同时其修为气息也释放而出。楚风这气息只是展示修为，不蕴含任何威压。可哪怕如此，感受到楚风这修为之后，王家的所有强者皆是脸色大变，其中一位年迈老者更是赶忙对楚风施以大礼。这位少侠，在下乃王家家主王成阳，不知少侠身份，还请少侠莫怪。王家家主施礼之后，始终保持施礼动作，腰压得很低，连头都不敢抬。至于王家其他人，则是收起兵刃后，也随着家主施礼。他们害怕极了，之所以会如此，乃是他们之中最强的家主也不过是5尊初期，可楚风却是3品半神，这样的差距，他们怎能不惧？诸位，我来此并无恶意。楚风也是开门见山，直接说明了自己的来意，询问当年的真相。但王家家主并未直接回答，而是对楚风问道：“这位少侠，在下没有不敬之意，只是还不知少侠何门何派，师承何人？我名为楚风，至于来自何的，不方便告知。”楚风说道。听闻此话，王家家主眉头微皱。王家家主是觉得我身份不够，不配知晓王家之事？楚风问。不是，楚风少侠莫要生气，我实在是也有苦衷，而绝非是看不起少侠。随后，王家家主便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当初挖出那口井的乃是王家家主的孙女，这等境界的修武者，挖口井就算不动用手段，用铁锹来挖，那也是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事。所以当时其孙女想挖一口井，没有与任何人沟通，自己就挖出来了。可就在当晚，其孙女便疯了，大喊大叫，才引得众人发现。发现的时候，其孙女已经疯癫，无法正常沟通。人们发现其院内多了一口井，且在其房间内还多出了一个本不属于他的东西。那是什么？楚风问。罪魁祸首多半就是那个东西了。而此时，王家家主掌心摊开，结界之力漂浮而出，很快一个高3寸的铜罐便凝聚而成。大人，那个东西就是这个模样。我们判断此物很可能是我孙女挖井的时候从地底深处挖出来的，但当时并没有将我孙女的疯癫与此物联系到一起。直到我王家越来越多的后辈开始疯癫，且年迈修为弱者更是接连死去。因为当时只有后辈会疯癫，且年迈修为弱者会死去，而其他人则是相安无事，十分诡异。所以我们才想到会不会是此物作祟，后来更是确定多半就是与此物有关。正常来说，遇此不祥之物应当立即丢掉，但老夫贪心了，想到此物既有如此力量，那可能也是一件宝物。所谓富贵险中求，说不定此物能让我王家更上一层楼。于是我举家迁移到了此处，想着将此物藏于深山之中，远离家人，便不会有事。只是不曾想，此物就像缠住了我王家之人，哪怕我将此物藏于大山深处，距离家人已是极远，可我王家后辈还是接连有人疯癫。是我贪心，这些年过去，我始终未能参透此物，但却害得我王家后辈王家家主化到此处，可能是真心悔恨，已是泣不成声。那个铜罐呢？楚风问。少侠，就在几日前，在我又观察此物的时候，忽然出现了一位修武高手，他已将我藏此物的山洞占据，且修为很强，我不敢再靠近。我询问少侠身份，并非是看不起少侠，而是因为我能感觉到那女子实力强大。事到如今，我也想开了，此物不属于我王家，我准备带着家人搬离这里。但若少侠对此物感兴趣，切莫自己去找，而是应该让你身后的人去。王家家主讲述了事情的经过。那女子还在山洞之中。楚风问。我清晨还有去观察，她还在。王家家主道。那她是何修为？是何样貌？楚风问。她头发凌乱，我没看清样貌，也无法判断其修为，总之很强，应该在少侠之上。王家家主说道。可否告知我你藏此物的位置？楚风问。当然可以。王家家主取出一张地图，递给了楚风。楚风看了一眼地图，但却并未直接离开。你将你们家所有疯癫的人都叫过来。楚风此话说完，王家家主还没反应过来，直到楚风开始布阵，他们才反应过来，且变得激动起来。他意识到楚风可能是邀帮他们，于是赶忙将王家疯癫之人叫过来。而如他们所猜测，楚风此阵正是为他们王家之人治病的。阵法催动开来，便立刻暗紫色的气焰自那些疯癫之人体内飘出，而随后那些疯癫之人也纷纷恢复了清醒。见到这一幕，王家之人喜出望外，阵阵喜极而泣的哭声响彻不断。因为他们也曾找人医治过，但都没有用，所以他们之前都以为这些疯癫之人再也无法苏醒了。至于楚风，则是盯着那暗紫色气焰，他觉得这应该就是让那些人疯癫的罪魁祸首，于是用阵法将那暗紫色气焰封存了起来。只是哪怕已在第一时间将暗紫色气焰封存，可那暗紫色气焰还是消散了，且是在楚风的阵法内消散的。看来此物的确不简单。楚风心中叹道，旋即又将一个乾坤袋递给了王家家主。那件宝物若被我寻到，我会带走，这便当做给你们的补偿。楚风说道。少侠，使不得，您救了我王家这么多后辈，
此等大恩大德，我王某已是无以为报，我岂能？王家家主还想推辞，可楚风却直接御空而起离开了。见状，王家家主也只得打开乾坤袋，王家的其他人也都围了上来。拒绝是因为不好意思接受，可他们也都觉得楚风如此身份，给他们的东西应该价值不菲。我的老天爷啊！而这一查探不要紧，众人皆是目瞪口呆，随后更是泪流满面。哪怕早就知道这里面的宝物价值不菲，却也没有想到会如此珍贵。这乾坤袋内的宝物足以让他王家登上新的高峰。虽说境内所寻之物未能让他王家发达，可却也因为此物间接让他王家得到了一场机缘。楚风少侠之恩，我王家必世代铭记。感激之际，王家家主携王家众人对楚风离去方向施以跪拜大礼。至于楚风，已是带着小鱼儿来到了王家家主所说的山洞附近。楚风意识到对方实力不简单，于是他也是再度隐藏了身影，甚至动用了神影来隐藏气息。而山洞内的确有人，楚风与小鱼儿认真观察，能够发现那是一个身穿黑衣、有着一头白发的女子。那女子白发如雪，但却发丝凌乱，的确看不清她的脸庞。可忽然间，那女子就像是察觉到了楚风一样，猛然转头看向了楚风与小鱼儿所在的方向。此时三道目光可谓正面对视，楚风与小鱼儿也是看清了此女的面容，虽没有一丝妆容，且脸色太白，白的没有一丝血色，但仍能看出女子是位美女。只不过这名女子的目光极为凌厉，那仿佛不是人的眼睛，而是凶兽的眼睛。糟了，竟然是她！就在看清女子那一刻，向来胆大的小鱼儿竟拽着楚风的手腕，转身便逃。小鱼儿拉着楚风快速的跑开，直到远离那片山脉之后，小鱼儿这才停下来。好险，还好他没追来。小鱼儿回身查探，确定那黑衣女子没有追来之后，才松了一口气。那女子是谁？楚风问。他居然在小鱼儿的脸上看到了害怕，可哪怕之前面对乱世书生，小鱼儿也没有这样的表情，这已足以证明一件事，那黑衣女子是极为恐怖的存在。实际上，楚风现在回想起那女子看自己的眼神，楚风也会感觉背脊发寒。那女子长得挺好看的，可却难以让人心生好感，只因她的眼神，那眼神跟恶鬼似的。一个恶鬼再好看，可当她恶狠狠地盯着你，任凭是谁也都会有些心慌。没人知道她叫什么，也没人知道她来自哪里，但是浩瀚修武界的人都称她为疯子。小鱼儿说道。疯子？楚风眼中好奇之色更浓，他实力极强，并且手段极为狠辣，是非常不讲理的那种。谁敢与他争宝，那下场只有一个，就是死。所以各方势力都有一个说法，若是遇到此女，第一时间就要跑，莫说是在遗迹内遇到，就算是在大街上碰到，也要立刻跑。此女阴晴不定，说不定你多看她一眼，都会被她杀死。小鱼儿说道。这女子这么强？楚风诧异的是，连仙海鱼族这种势力，居然对这女子都会如此忌惮。那这黑衣女子到底是何修为？她的实力自然远不如我父亲那种级别，可却也是不容小觑的。哪怕我仙海鱼族能绝对压制住她的人，恐怕也不会超过10人。之前我族内一名太上长老在一处遗迹内遇到她，他二话不说直接出手。虽然那名长老逃脱了，可却被他硬生生的斩断了一条手臂，并且他的攻击方式很特别，我族那位长老断臂至今无法修复，连7届圣府的人都无能为力。小鱼儿说道。那看来此女已被你们列入通缉名单。楚风问。那倒是没有。小鱼儿道。没有。楚风意外，此女虽强，却也并非仙海鱼族无法抗衡的存在，但明明有实力收拾对方，却在自己长老被伤害后都没有发出通缉令，只能说明一件事，此女当真凶悍。而仙海鱼族，除非仙海鱼族族长或者其他顶尖战力遇到此女，否则根本无法将此女击杀，所以这种情况下也是不敢贸然与此女宣战。为何不敢？自然是怕遭到此女的报复，并且她的报复多半是极其严重的。不仅我仙海鱼族，其他天河霸主也都和这女子有过摩擦，但哪怕7届圣府也并没有通缉她。7届圣府对她的评价与我仙海鱼族是一样的，遇到她好就是了。小鱼儿说道。这番话更加证明了这女子的凶悍。这样说来，咱们俩刚刚岂不是从鬼门关内走了一遭？楚风感叹。差不多吧，毕竟他留在山洞内，应该是在研究王家挖出来的东西，咱俩又跑了过去，可就不是偶遇了，这属于是与窥探他宝物的嫌疑，这可是最危险的情况了。小鱼儿也是感叹。确实，楚风表示赞同，也难怪那女子看自己的眼神如此凶狠。可忽然一股寒意袭来，楚风与小鱼儿皆是脸色大变，因为当那寒意袭来的同时，那白发女子已是无声无息的出现在了楚风的身前，如同鬼魂一般，说出现便出现了。而她披头散发，且那张脸距离楚风已是毫厘之间，几乎就快要贴到楚风脸上了。最主要的是，她的眼神依旧凶狠狠，就连楚风也被吓了一跳，不由自主的向后移动。任凭楚风胆子较大，此时内心却也不免有些慌乱。而就在此时，小鱼儿则是拦在了楚风身前。前辈，我们只是路过，并无得罪之意。小鱼儿赶忙说道，并且为表和善，还特意露出了她那甜美的笑容。可那女子却不为所动，一把将小鱼儿推开，继续恶狠狠地盯着楚风。前辈，我乃仙海鱼族公主仙海鱼儿。小鱼儿眼见不妙，尽亮出了自己身份。而当他亮出身份后，那女子则是将目光投向小鱼儿，当真是仙海鱼族公主。女子问，前辈，如假包换？小鱼儿为证明身份，还亮出了自己的身份令牌。忽然那女子大袖一挥，顿时吸力涌动，而小鱼儿被那吸力覆盖之后，竟身形缩小，被卷入了女子的袖子之中。前辈，你……楚风刚想说话，那女子又将目光投向了楚风。你想他死，还是想他活？女子问。这当然是想他活。楚风道。他现在听不到你我的对话，你若要他活，你便实话实说，
话到此处，那女子另一只袖子又是一挥，结界之力释放而出后，很快凝聚成一个人的虚影。看到那个人，楚风顿时心中一紧，这道虚影竟是自己父亲，是楚轩辕的虚影，你认得他吗？女子问。之前女子一直盯着自己，楚风以为他是要杀自己，现在才知道原来他是认识自己的父亲，应该是觉得自己与其父亲像，所以才这样盯着自己的。楚风直接告诉他你的身份，不要有所隐瞒。此时女王大人的声音久违的响起，女王大人本在修炼，可察觉楚风遇到危险后，便立刻停止修炼。而根据他的观察，他觉得楚风还是说实话比较好。本来楚风还犹豫，因为楚风不确定这女子是他父亲的仇人还是朋友，而女王大人提醒后，楚风也觉得还是说实话为好。他是我父亲。楚风直接道，你说什么？可听闻楚风的回答，那女子不止眼睛瞪大，就连小嘴也是微张，不知是楚风太过诚实，还是楚风的回答是他没有料到的。总之此时的他很是意外。前辈，我可没有半点隐瞒，你问此人是谁，可的确他是我的父亲。楚风说道。难怪这么像。女子又重新打量起楚风，只是此时他的目光已不像之前那般凶悍，反而变得温柔了起来。前辈认识我父亲？楚风问。女子没有直接回答，反而对楚风问道，你父亲现在何处？我也不知道。楚风说道。女子眉头微微皱起，顿时寒意席卷天地。显然楚风这个回答让他很不满意，但他也并没有难为楚风，且似是察觉自己的反应不对，还主动收回了那寒意，可能是怕再度对楚风展露寒意，更是转过身去，不再与楚风对视。楚风，感觉不对啊，这女子怎么对你的态度很是纠结？她该不会是你父亲留下的情债吧？女王大人道。我也感觉不对，现在想想，她看我的眼神意味深长啊。楚风叹道。而就在此时，那女子又将目光投向了楚风。你听过一句话吗？父债子偿。听闻此话，楚风大感不妙，难道真的被他与淡淡猜对了？若真是他父亲欠下的情债，那他可不想偿还。2年前你父亲抢了我的东西。女子又道。听闻此话，楚风顿时心中一紧，忽然觉得还不如欠下的是情债呢。楚风，你父亲果然很强啊。得知楚风的父亲竟从这女子手中抢走过东西，女王大人变得兴奋起来，毕竟这女子很强，楚风父亲能从他手中抢到东西，只能是更强。楚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可现在显然不是感叹这件事的时候。这女子如此凶狠，自己父亲抢了他的东西，那自己岂不是要替父亲遭罪了？你不怕？女子之所以这样问，是楚风得知此事，却也是面色不改。前辈，我刚刚听闻您的凶名了，说不怕是假的。楚风叹道。传闻有的时候并不属实。女子道。确实，我也这样觉得。楚风点头，他觉得女子这样说，事情可能有所转机，但关于我的传闻是真的。女子又道。楚风无语。父债子还，你去帮我拿一样东西，我可以放过你。女子道。前辈，什么东西？楚风问。凝血红莲花。女子说完又补充道。武者商会有。武者商会在哪？楚风问。武者商会你都不知道？女子问。不瞒前辈，晚辈向来行事低调，也不爱与人沟通，所知的确不多。楚风道。仙海鱼族的小公主都是你的朋友，你行事低调，不爱与人沟通。女子皱眉，其实这两者并不冲突。楚风解释道。自己去打探，我只给你10日时间，10日你不拿着凝血红莲花回来，便再也见不到你的小公主。另外别想着叫人来救她。女子说道。前辈放心，我绝对不会将此事告知他人，只是10日时间是不是太短了一点？楚风道。10日我已是给的非常充足，若是10日时间你都拿不回凝血红莲花，那你分明就是想让这个仙海鱼族的小公主死。女子说此话的时候已是消失不见，唯有声音还回荡在楚风的耳边。楚风哪里还敢犹豫，赶忙去人多的地方打探那武者商会是什么存在，如今又在哪里？而不打探不知道，原来这武者商会是遍布浩瀚修武界的一个商会，专门收受修武者与界灵师的宝物，乃是当今浩瀚修武界最大的商会，没有之一。据说其背后的掌控者十分神秘，但实力却十分强劲，但凡敢抢劫武者商会的人，没有一个会有好下场。而武者商会，别看在祖武天河以及九魂天河一个都没有，但却几乎遍布其他几道天河。说来也巧，在楚风所在这个世界就有一个武者商会的分会。打探距离虽然很远，可根据楚风判断，往返时间加到一起，1日时间也是非常足够。这样来看，那女子还真没有说谎，她给的10日时间还真是非常的充裕。但楚风觉得女子要他拿到的东西必然价值不菲，为了避免意外，楚风还是以最快速度前往那武者商会。位于这个世界的武者商会是一座极为巨大的城池，而在这城内聚集着无数修武者与界灵师，除了统一穿着的商会护卫之外，其实更多的乃是外来者。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商会护卫实力竟都不低，普遍都是武尊境，甚至还有一些半神境，这样的修为放在这个世界已是很强，但他们却只是护卫。从此可以看出，武者商会的确有些实力。城池之内有着诸多店铺，他们并非是武者商会的人，而是交租金在这里做生意的。凝血红莲花，此物我听都没听过，公子不妨你去商会中心问问。楚风一番打探之后，这里的售卖药草的商家却都给了楚风相同的指引，于是楚风便来到了商会中心。所谓商会中心，可以说是这里的武者商会的总部，大部分店铺都是其他商家经营，而商会中心则是武者商会的直营店。负责接待楚风的乃是一名年轻貌美的女子。公子想买凝血红莲花。听到女子这个回答，楚风便觉得有戏，至少相比于那些商人，武者商会的这名女子是知道此物的。于是楚风赶忙问，这里有吗？有，我们每月举行一次的拍卖会，将有一颗凝血红莲花进行拍卖。女子道。拍卖会何时举办？楚风问。说来也巧，就在今日。女子道。那开始了吗？楚风问。说来也巧，就要开始了。女子道。太好了。听闻此话，楚
楚风松了一口气，公子，我并无得罪之意，只是凝血红莲花极为稀少，所以拍卖价格不菲。女子道，什么价格？楚风问。为了方便交易，拍卖会通用的钱币为商会元宝，一件普通尊兵可以兑换一定商会元宝，而凝血红莲花的起拍价为1000定商会元宝。女子道，嚯，还真不便宜。女王大人感叹道，确实，楚风也觉得此物不便宜，毕竟就相当于是1000把普通尊兵了，况且这还是起拍价，若是此物真的极为珍贵，竞争多较多，那翻个几十倍甚至几百倍都很有可能。而对于此物，楚风可是势在必得的，毕竟这关乎小鱼儿的性命。在说出价格之时，女子便一直盯着楚风，发现楚风若有所思，便判定楚风绝对是出不起这个价格的人。别说是普通小辈，就算是天河霸主内那些普通的少爷小姐，也未必能拿得出来。至于楚风，虽说给人的感觉不错，但也不像是那种级别势力的人。公子，我绝对不是看不起公子，而是凝血红莲花的起拍价格真的很高，非常人所能承受。但公子若有其他需求，可以与我说。女子说话间，已是坐了下来，并且端起了茶杯。她虽没有明说，但其实是在送客，是希望楚风自己离开。可只见楚风大袖一挥，一把长枪出现在了手中。此物可换多少武者元宝？楚风手持长枪，对其问道。见楚风还不死心，女子也是抬头观望。可看到楚风手中长枪，那女子刚入口的茶水立刻喷了出来，但却顾不得落在身上的茶水，而是立刻起身，瞪大双眼，反复打量楚风手中的长枪。因为常年待在武者商会，他也算是见多识广，一眼就看出楚风这把长枪乃是一件神兵。公子，此物您是从何得来？女子此时无论是说话的语气，还是看楚风的眼神都变了。这把长枪名为金翅火神枪，乃图腾龙族的龙须大人所赠。其实除了这件神兵外，楚风手里还有2件神兵，那另外2件神兵是楚风在太古星海的大阵内从血晶麒麟族的天才手中抢夺而来。只是那2件神兵只有血晶麒麟族的族人能用，并且极具特征，且来路不正。楚风就是怕武者商会的人忌惮血晶麒麟族的凶名不敢收，所以没有拿出来，而是拿出了图腾龙族这一把。这把金翅火神枪，根据龙须大人所说，此神兵在图腾龙族的神兵中也是上乘。虽说在银龙长枪的束缚下，这把金翅火神枪无法为楚风使用，但却只是针对楚风，其他人是可以用的。所以从价值而言，这件神兵的价值也远在血晶麒麟族那2件神兵之上，所能兑换的商会元宝自然也就更多。这可以说是楚风手中最值钱的东西了。楚风自己也清楚，动用神兵乃小题大做，但事关小鱼儿，楚风不敢有丝毫大意。为了一举拿下那凝血红莲花，不出现任何意外，还直接将此兵拿出。少侠，您这是从何所得呀？女子一直在打量楚风手中的神兵，同时脸上也是有着诸多猜疑。从何所得与你无关，你知道这是何物吗？你不会不认的吧？楚风此时的态度也变得强硬起来，他是察觉到这女子的反应不对，那表情虽很震惊，可那眼神也在怀疑。首先怀疑神兵的真假，然后怀疑此物来路是否够正。认得，当然认得，只是什么？我要兑换商会元宝，难道你们不能兑换？楚风问。可以，当然可以，只是此物太过贵重，我做不了主。公子请随我来。女子说话间，便将楚风请到了一个更为豪华的会客厅之内。而没过多久，那女子便回来了，但跟她一同回来的还有一名老者。相比于那名一直盯着神兵的女子，老者出现后只是随便扫了一眼神兵，随后便认真打量楚风。少侠可是楚风？老者问。他语气柔和，虽说女子刚见到楚风的时候态度也很不错，但相比于女子，老者的态度则是更好一些。是，前辈认得我？楚风问。楚风少侠，老夫名为马强，是这座武者中心的主事，听闻过楚风少侠在华师山所经历的事，今日有幸见到楚风少侠，实乃老夫之幸啊。这叫做马强的老者确认楚风身份后，赶忙上前施礼。华师山的事也没过去多久啊，这老头就知道了。主事果然是主事，比那女子有见识多了。女王大人道。的确，楚风不可置否。前辈，这件神兵可否兑换商会元宝？楚风对老者问。老夫若没认错，这应该是图腾龙族的神兵金翅火神枪。老者道。前辈果然见多识广。楚风感叹，没想到老者直接说出了这神兵来自何的。为了打消老者疑虑，楚风也是补充道，这件神兵乃是图腾龙族赠予我的。老者似乎早有猜测，听到楚风这个解释，并未太过吃惊，可还是不由重新打量楚风，脸上笑容更浓。听闻楚风少侠是想购买凝血红莲花？老者问。是。楚风道。神兵的价值太高，凝血红莲花虽然贵重，但还用不到如此贵重的神兵。老者道。前辈，这神兵若兑换商会元宝，可兑换多少？楚风问。正常的神兵可兑换5000万定商会元宝。楚风少侠这把金翅火神枪品质较好，可兑换6000万定商会元宝。老者说道。也就是说，楚风这把神兵的价值相当于6000万把普通尊兵、神兵，一字之差，可价值差异却大到夸张。但对于这个数字，楚风倒也不意外。尊兵虽说对于东域而言是真正的至宝，乃稀有之物，可放在浩瀚修武界，其实很多势力都有人拥有。对图腾龙族这种庞然大物来说，拥有的尊兵数量那更是数之不尽。可神兵放在整个浩瀚修武界，数量也是极其稀少，连图腾龙族那种天河霸主所拥有的神兵数量都是极其有限的，所以这个价值对比并不夸张。虽然不懂行情，可按照楚风自己分析，老者的报价应该也算合理，没有坑自己。楚风少侠想竞拍凝血红莲花，也无需将神兵进行兑换。这样，楚风少侠若是信任老夫，就将这件神兵抵押在这里，老夫借你一块贵宾令牌，
老者说话间，将一块武者商会的令牌递给了楚风，手持此令牌，你将拥有无上限的报价资格，最终以什么价格将此凝血红莲花拍下，到时候再用等价的物品进行兑换即可。当然，若是楚风少侠对拍卖会上的其他物品有兴趣，也可以竞拍，到时候一起结算便是。老者说道。多谢前辈。楚风也不客气，将这令牌接了下来，旋即将手中的神兵递给老者，但老者却并没有收，而是推了回来。楚风少侠收着即可，不是抵押吗？楚风问。只要楚风少侠人还在武者商会，那便是抵押的。老者笑道。多谢前辈信任。楚风对这老者印象越发的好，虽然对方也是看中了楚风什么，才会给予楚风如此优待，可楚风很清楚，就算你是金子，你在发光，可也不是所有人都会欣赏你、拉拢你。有的人发现你的第一时间，可能是想埋了你，或者容了你。所以无论自身能力如何，只要是有人善待楚风，无论对方有何目的，但只要善待是真心的，楚风便都会记得对方的好。随后老者更是亲自为楚风引路，将楚风带入了拍卖场，且将楚风送入了楼上的贵宾厅。贵宾厅是单间，透过玻璃能够看到拍卖会场以及大厅内的情况，且贵宾厅内有着10名年轻靓丽的女子进行服侍，对比于人山人海的大厅，不知好了多少倍。楚风少侠主要凝血红莲花已经放入拍卖名单中，消息已经传出去了，如若不然，倒是可以直接以低价卖给楚风少侠的。不过据我所知，争抢凝血红莲花的人不多，不出意外，楚风少侠就算拍卖，也不用高价便可得到。老者这番话可谓是表达了他的立场，他是很希望帮楚风直接拿到凝血红莲花的，只是碍于规则他不能。前辈，今日帮位是够多了。楚风说道。我武者商会向来喜欢结交朋友，楚风少侠有我武者商会结交的必要。老者笑道。他倒也是实在人，没有装好人，而是告知了楚风他们与楚风结交，也是看中楚风的潜力。见状，楚风也不再多言，而是再度抱拳，回以一笑。楚风少侠，老夫还有事处理，便先告辞了。老者临走前，又对贵宾室内的服务人员嘱咐了一句，此乃贵宾中的贵宾，务必招待好。而老者刚刚与楚风的交谈，那招待的10名女子可谓听得清清楚楚，所以老者走后，这10名女子自然是热情不已，甚至有人不惜对楚风做出了亲昵动作。但要知道，这样的亲昵服务本不在正常服务范围之内，甚至这里有规则，不可以对服务人员有过分举动。因此眼下他们的行为完全是他们意识到楚风不简单，自愿行为。诸位不用服侍我。可那女子刚刚靠近，楚风便立刻举手示意自己不好这口。见状，10名女子也是恢复端庄，且识趣的退到一旁。楚风不说话，他们也不开口，只有楚风饮茶之后才会上前为楚风添茶水。不得不说，他们都是懂得察言观色、训练有素服务人员，服务质量真的没得说。而此时老者正在向来时的地方走去，最先接待楚风的女子也一直跟在其身后。女子不解楚风究竟做了什么，竟让老者对楚风如此之好，甚至老者都不去怀疑图腾龙族赠予楚风神兵这件事。而老者则是为女子讲述了关于华尸山发生的事情。这样看来，这个楚风与图腾龙族少主的关系当真不错。只是神兵如此贵重，就算这个楚风有潜力，图腾龙族也不至于赠予神兵吧。得知经过后，女子也提出了自己的疑虑，楚风他都已经光明正大将神兵拿出来了，不是赠予，难道是偷的不成？你要知道，从图腾龙族那里偷到神兵的难度。老者道。这也是女子也觉得后来的话很不合理，反而相对比之下，赠予的可能性更大。可神兵但女子仍有疑虑，不因别的，只因神兵店价值的确很高，神兵如此珍贵，图腾龙族都愿赠予，这说明什么？说明楚风有我们还不知晓的本领，此子怎能不交？老者此话一出，也是让女子清醒过来，图腾龙族又不是傻子，能如此结交楚风，那必然是楚风有着对应的价值，还是主事大人英明。女子表示敬佩，但随后又面露担心，只是我在得知楚风要拍凝血红莲花后，态度稍有怠慢，若是楚风记恨，可该怎么办啊？见状，老者笑了笑，放心吧，无论是听闻其行事作风，还是今日一见，楚风都绝非是小心眼的人，不会与你计较的。尽管老者这样说，可女子还是有些担心。放心吧，我向来看人很准。但老者却信心满满，觉得楚风不会因为这件小事便报复女子，他向来看人很准。对了，你去后台提醒一下，对凝血红莲花的介绍简单一点，不要讲述它的具体来历以及守护它之凶兽的实力。若是楚风少侠出价拍卖凝血红莲花，叫咱们的人快一点确认，尽量别给其他人机会。另外，事成之后，你亲自将此物给楚风少侠送过去。还有，我赠予的那块令牌，不要收回。老者嘱咐道。遵命。女子不敢怠慢，赶忙去办。贵宾厅内不仅有着各种各样的点心，以及10名年轻貌美的女子服侍，还有着一个卷轴，卷轴上记载着的乃是此次拍卖会的所有拍卖之物品。这个待遇可只有贵宾厅有。而通过卷轴，楚风得知凝血红莲花乃是此次拍卖会的压轴之物。倒数第二个则是一件名为9色天雷珠的宝物，对于天级血脉有着一定帮助的宝物。此物的起拍价格为800锭商会元宝。很快拍卖开始，对于前面的拍卖之物，楚风并没有什么兴趣，所以根本没有参与。但楚风却注意到，在自己隔壁的贵宾厅内，有着一个财大气粗的家伙，很多不怎么值钱的玩意，他都以高价拍下。他好像有收藏稀奇古怪之物的癖好。楚风觉得，也许此人将会是自己拍下凝血红莲花的潜在对手。终于，拍卖会进入尾声。拍卖站台之上，一颗被9色雷霆缠绕的珠子浮现而出。那珠子不过正常的丹药大小，可它的确会记着天级血脉的力量。此物一出，整个拍卖场都开始微微颤动，可见此物力量之强，绝对不虚。因此
当这颗珠子展出之后，也是立刻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是楚风记忆中拍卖会开始以来最引人瞩目的宝物，毕竟当今浩瀚修武界，天级血脉拥有者可是非常之多的。此物名为9色天雷珠，乃远古时期天级血脉者用来强化血脉之秘宝，当今时代极为罕见，乃稀世珍宝，诸位天级血脉者可万万不能错过。此物起拍价为800定商会元宝，有意者现在可以出价。拍卖站台上的老者话音刚落，楚风的隔壁便响起了竞拍的声音，1000定，1000定。此话一出，整个拍卖场顿时议论纷纷。起拍价才800定，正常出价也是起拍价，或者加个10定元宝，已算多的了。这个人直接加了200定，那可是200件尊兵啊！就算再财大气粗，也不必如此吧？1001定。很快，下方大厅内一名老者起身开口，他身穿长袍特殊，且长袍上有雷电的纹路，很显然他也是一位天级血脉拥有者。但他话音刚落，楚风隔壁贵宾厅内便立刻传来声音：1100。听闻此话，大厅内老者眉头微皱，对于此物他绝对很想要，但这个价格让他有些难以接受了。但老者咬了咬牙，还是脱口而出：1101定，1500。楚风隔壁厅声音再度响起，你这老者脸色很是难看，没想到对方简直不把钱当钱，虽然很是不甘，但还是选择做了下去。不愧是贵宾厅的客人，这也太有钱了吧！此时大厅内已是嘈杂一片，大家都在议论这位到底是何身份。虽然来到这场拍卖会的也都是这个世界有头有脸的人物，但显然都不如贵宾厅的那位。可就在大家觉得此人必然要将此物拿下之际，楚风却是忽然开口：1600。楚风说道：2000。可楚风话音刚落，那位便再度开口：哟，这个人好狂啊！女王大人见对方这样报价，也是有些不爽。3000。楚风也不惯着，再度开口：哇去，又来个狠角色。楚风这次出价，引得大厅众人的目光也是投向了自己这一边。虽然看不到楚风，但却纷纷猜测起楚风的身份。4000。但很快，楚风隔壁又给出了新的报价：5000。楚风也不墨迹，直接出价：6000。那位再度出价：7000。楚风再度出价，但同时楚风也对女王大人道：此物对我有些帮助，但帮助不大，5000便已超出此物本身价值，7000乃是我个人能接受的极限，超出这个价格，我也不会做这个冤大头。对，咱不做冤大头，不与他斗气。女王大人也表示赞同，1万。而很快，隔壁又给出了报价，一口气加价3000，直接将价格提到了1万。这可是1万把尊兵啊！楚风淡淡一笑，不再继续出价，7000他能接受，1万他不会接受。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而是值不值的问题。他已经观察过那颗珠子，对自己的确会有帮助，但对于现在的自己，帮助并不大，至少不可能提升修为。1万定商会元宝，楚风自然不会买，并且楚风看出来了，这个人对于此物势在必得。楚风继续争下去，他也会继续出手。既然他愿意做这个冤大头，楚风便成全他。所以这件物品最终也是落入到了楚风隔壁厅。此物被拍下之后，最后一件物品也是登场，那是一颗散发着血色气息的莲花，这必然就是凝血红莲花。老实讲，无论是气息还是样貌，看着都不是非常特别。这个东西就是压咒吗？对于这凝血红莲花，许多人表示质疑。此物名为凝血红莲花，对于灵魂有着不错的修复作用，起拍价为1000定商会元宝。老者介绍道：啥？不就是一个修复的奇珍异草，居然比那9色天雷珠还贵？对于这个起拍价格，许多人都表示不解，就别说有人出价了，这压轴的东西介绍竟如此简单。女王大人有些诧异，而楚风也察觉到了不对。这个简单不仅是介绍的词汇量少，就连这凝血红莲花的作用说的也很平常，这的确不符合压轴之物的介绍。这种情况下根本没有人出价，反而引来众人的纷纷吐槽。眼见着无人出价，楚风这才开口：1010定商会元宝。楚风之多报了10定元宝，因为不想表现得很需要此物。啥？居然真的有人花这么多钱买这样一个东西？这也太好忽悠了吧？难道真的有人觉得此物是压轴，就真的物有所值吗？就算此物真的珍贵，可不过是修复灵魂之物，可以替代的宝物太多了。这是哪个势力的公子哥呀？真是人傻钱多。可楚风这一出价，莫说没有人竞拍，反而惹来众人议论。大家都觉得楚风是个冤大头。这位贵宾出价1010定元宝，可还有人加价。台上老者问了一嘴，但这句话他几乎刚刚问出，便又补充了一句：凝血红莲花1010定商会元宝，成交。直接为楚风锁定此物。看，果然是忽悠人的。眼见着有人出价，立马就确认了，好不容易忽悠到一个冤大头，生怕其后悔。见状，众人纷纷觉得楚风上当了。可女王大人却说道：竟如此安排，看来是那个姓马的老头交代过，这样一来，你还真欠那个姓马的老头一个人情了。女王大人猜到了，这是那位马主事的安排，马前辈的确帮了我一个大忙。楚风也表示赞同，他自然也是看出这一系列不正常的举动乃是马主事对他的关照。拍卖会结束，许多人开始退场，拍到物品的需要进后场进行交易，但楚风不用，他只需留在贵宾厅内，便会有人将他拍来之物送过来。没过多久，便有人将那颗凝血红莲花送到了楚风手中。值得一提的是，送来凝血红莲花的人正是一开始负责接待楚风的那名女子。恭喜楚风少侠！女子进门后便恭喜道：替我谢谢马主事。楚风说道。且说话间，直接拿出了1010把普通尊兵。这玩意以前在东域对楚风来说是宝物，可是后面楚风却是得到了太多，现在来看，用神兵兑换商会元宝，还真是小题大做了。当然，楚风也是将武者商会的那个令牌递给了女子，可女子只是将尊兵收下，令牌却推了回来。楚风少侠，主事大人说了，
这令牌您留着，令牌在我武者商会是通用的，在其他地方也可以享受先拍后换的权益。您以后再到我武者商会参加拍卖或者购买物品，此令牌都还用得到。女子说道：那便恭敬不如从命了。楚风也不是墨迹的人，直接将此物收下，恩情记在心中即可，一直放在嘴上也没意义，以后有机会再报答便是。随后楚风便准备离开，可刚打开门，便发现贵宾室外站着一伙人，他们穿着统一，腰间都挂着相同的令牌，苍穹仙宗，而为首的乃是一名样貌不凡的青年，不用看便知道此人身份不简单。有事？楚风问。没事，我就是想看看是谁与本少爷竞抢9色天雷珠，果然样貌不凡，但终归是我更胜一筹。青年男子的话语之中略带几分挑衅之意，但却并不明显。楚风现在有要事在身，于是也没有理会，而是直接离开。那男子倒也没有拦着楚风，而是面带微笑，且用轻蔑的眼神看着楚风。可就在楚风即将走出贵宾区域的时候，一道倩影却是刚好走了进来。看到那道倩影，楚风顿时一愣，而那道倩影看到楚风也同样愣住了。此人竟是龙小小。楚风，你怎么在这啊？龙小小看到楚风可谓激动不已，明明距离很远，可他几个箭步便直接冲到了楚风近前。小小，你怎么也在这？楚风见到龙小小也十分意外，但同时也很是高兴，毕竟龙小小与楚风的交情那也是非同一般，而上次见面还是图腾龙族举办最强试炼之后，虽然算起来没有过去很久，可因为楚风经历的太多，再度见面仍会感觉好像过去了很久一般。小小师妹，你认得此人？可就在此时，苍穹仙宗那名青年却是走了过来，他的脸色早就没有了之前的轻松，反而变得紧张起来。毕竟就是傻子也能看出楚风与龙小小的关系不简单，但对于男子问题，龙小小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对其问道：秦行师兄，我让你帮我买的东西买到了吗？买到了，小小师妹交代给我的事，我秦行自然不会出错。那秦行说话间将遗物取出，递给了龙小小，那正是他刚刚用1万定商会元宝拍下的9色天雷珠。眼见着龙小小将9色天雷珠收下，那秦行更是得意地看向了楚风，那种眼神仿佛在说：你认识小小又如何？比实力，你比得过我吗？他看上的东西我能买得起，你行吗？可谁曾想龙小小接过9色天雷珠，直接便递给了楚风。楚风，此物名为9色天雷珠，对天级血脉有帮助，是我为你准备的礼物。这一刻，秦行脸上哪里还有得意，那瞪圆的双眼，张大的嘴巴，就跟吃了屎一样，简直想死。看到龙小小递过来的9色天雷珠，楚风下意识的便看了一眼那秦行。本来楚风只是觉得戏剧，但看到秦行那个表情，楚风实在忍不住，一下子就笑了出来。楚风，你可不能拒绝，必须收下。龙小小显然没明白楚风为啥笑，还以为楚风是要拒绝，于是干脆将那9色天雷珠强行塞到了楚风手里，旋即也不待楚风回答，龙小小便看向秦行。秦行师兄，你是多少钱买下的？我把钱还你。龙小小是想直接了结此事，也断了楚风不接受的念想。此时那秦行内心虽是极为不爽，可面对龙小小的询问，却仍是强装镇定。没多少钱，对我来说是小钱而已，你的钱就留着买修炼之物吧。那便多谢秦行师兄了。面对这样的秦行，龙小小倒也是没有争辩，而是欣然接受。本来若是秦行真的找龙小小要钱，楚风是会把钱还给龙小小的，他可不忍心让龙小小自己花这么多钱给他买礼物。但是眼见着这个情况，楚风便直接对龙小小道：那我也便多谢小小了。且话落，楚风又看向秦行，也多谢秦兄，不必谢我，我是送给小小师妹的，她送给谁与我无关，但若要我来送，我是绝对不会送你的。秦行咧了咧嘴对楚风说道。楚风依旧笑容不改，他知道秦行不爽，所以也不会因为秦行的话生气，因为楚风刚刚的道谢可是真心的，而并非挑衅。毕竟秦行花的钱可是真金白银，并且可不是起拍价，而是足足翻了10倍的高价。眼见气氛有些不对，龙小小则是赶忙开口：对了楚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秦行师兄乃苍穹仙宗的少爷，但他可不是寻常的少爷，他乃是苍穹仙宗宗主的小儿子哦。龙小小直接说出了秦行财大气粗的原因，苍穹仙宗宗主的儿子，难怪如此有钱。但同时楚风心中也有了好奇，龙小小是怎么与这样身份的秦行认识的？似是知道楚风心中的好奇，龙小小也是以暗中传音的方式为楚风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原来龙小小师尊与苍穹仙宗一位长老乃是好友，在前往苍穹仙宗一处修炼之地做客的时候，恰好这个秦行也到了路过。秦行此人生性贪玩，当时进入修炼之地后，故意伪装外人来戏耍苍穹仙宗那处修炼之地的小辈，本以为自身实力不暴露身份也可戏耍那些小辈，不曾想在那里竟有非小辈之人在场，眼见着外人擅长并且还敢挑衅，他们便对秦行出手。秦行当时被打得很惨，他根本没机会亮出真身，恰好是龙小小偶遇，便制止了那些人，这才有了秦行展露身份的机会。当时秦行怒不可遏，就要让那些人以死谢罪，倒是龙小小斥责起了秦行。首先那些人不知道秦行的真实身份，何况还是秦行故意伪装戏弄他人，本来就是秦行有错在先。按理来说，秦行这种平日里嚣张跋扈习惯了的少主级人物，自然不会以理服人，可偏偏秦行没有责怪龙小小，反而觉得龙小小说得很对，竟真的破天荒的放过了那些人。从那以后更是对龙小小言听计从，且一直跟着龙小小与其师尊一路来到了这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个玩世不恭的小少爷是喜欢上龙小小了，也就难怪会花费大价格为龙小小购买那9色天雷珠了。而龙小小很聪明，向秦行介绍楚风的时候，故意模糊了楚风的家乡，而是提到楚风曾多次救过自己，因此
这个秦航对楚风的态度也开始转好，至少在龙小小还在的时候，对楚风的态度很是友善。小小，接下来你们要留在这里吗？还是要去其他地方？楚风问。接下来一段时间应该都会在这里。龙小小点头。那你现在住在何处？我有事在身，待我处理完再去找你。楚风说道。你要去哪？刚好我没事，我陪你去。好不容易见到楚风，龙小小并想这么快便和楚风分开。不用，你告诉我一个地方，我处理完去找你便是。楚风接下来可是要去找那个疯女人。那女人虽然看起来对自己没有恶意，可终究还是传闻中可怕的存在。楚风可不想龙小小卷进来。那好吧，我接下来去这里，你处理完事情可以来这里找我。龙小小是聪明人，知道楚风不想他去一定有原因，于是也不勉强，而是乖巧的将一张地图递给了楚风。对了，楚风，你现在什么修为了？忽然龙小小笑眯眯地问道，眼神中也有所期待。三品半神。楚风说道。楚风此话一出，不只是那秦航，苍穹仙宗在场的许多人看楚风的眼神都是有所变化，显然他们之前没有想到楚风会有三品半神这个修为。你呢？楚风问。龙小小的身上现在有隐藏气息的宝物，只要他不想外露修为，哪怕是楚风都看不穿他的实力。但楚风知道，虽然上次一别时间很短，但龙小小的修为必然已是大涨。可恶啊，又没有赶超你，你这进步速度太快了。龙小小故作生气的撇了撇嘴，可很快脸上又重新扬起笑意。他很想追赶楚风，但却并不会因为真的追赶不上楚风而生气，因为他只是不想被楚风甩开。所以到底是什么境界了？楚风也很好奇龙小小现在的修为。上次在最强试炼的时候，龙小小得到了圣龙遗迹内的圣龙传承，那可是非常厉害的传承，再加上龙小小自身的血脉，那个时候楚风与龙小小便都知道龙小小的修为会突飞猛进。小小师妹乃三品半神。还不待龙小小说话，那秦航便开口道。三品半神吗？听闻此话，楚风也是非常高兴。其实相比于自己提升，他更希望自己的好友能与自己一同进步。只是当年的好友因为天赋所限，大多数都被楚风甩在了身后，如龙小小这样能与自己一同进步的已是非常之少了。现在的确是三品半神，不过我觉得我还能进步，所以楚风哥哥可不能懈怠。虽然我现在还没追上你，但很快就会追上的。龙小小说道。那你也要加油啊，因为修武之路我可从未懈怠过。楚风笑道。随后楚风便与龙小小告别，离开了这里，而龙小小也是与秦航等人离开了这里。楚风走后，龙小小与秦航交谈也是有说有笑，但秦航的心里反而越发不是滋味，因为见过龙小小刚刚面对楚风时的笑容后，他知道龙小小对自己的笑容远不如见到楚风那么灿烂。而就在此时，一道暗中传音便映入秦航耳帘。少爷，这个楚风好像没什么背景，要不我去将他宰了。原来是秦航的守护者，察觉到了秦航的不悦，想帮秦航扫平楚风这个障碍。放什么狗屁，你刚刚没听到小小说这个楚风曾多次救过他吗？他乃小小恩人，在我没有出现的时候救过小小的命，这样的人我岂能动？就算他要与我争小小，我也会凭借自己的实力赢过他，绝对不会做让小小伤心的事。秦航以暗中传音反问，且语气充斥怒意。见秦航如此态度，苍穹仙宗的人自然也是不甘对楚风有不好的想法。楚风并没看到疯女人前往山脉何处，但他猜测疯女人应该在那山洞之内。果然，当楚风赶回山洞时，疯女人不仅在这里，小鱼儿也被疯女人放了出来。大哥哥。见到楚风，小鱼儿立刻起身想跑向楚风，可刚刚起身却如石化一般动弹不得，自然是那疯女人的手段。楚风不敢怠慢，赶忙将那凝血红莲花取了出来，而刚刚取出，楚风还没来得及递过去，那凝血红莲花便落入了疯女人的手中。疯女人只看了一眼，便将凝血红莲花收下，同时小鱼儿也是恢复了自由。你们走吧。疯女人道。见状，楚风和小鱼儿哪敢怠慢，生怕疯女人变卦的他们转身就要离开，可怕什么来什么，他们刚要御空而起，疯女人的声音却又立刻响起。等一下。见状，小鱼儿赶忙开口。前辈，您可要说话算话，可不许反悔啊！然而，疯女人没理会小鱼儿，反而是抬头看向了楚风。只见其掌心一翻，有一物出现在其手中，那是一个铜罐，正是王家家主所说当初从井内挖出来的东西。你是为此物而来？疯女人对楚风说道。楚风看向小鱼儿，小鱼儿则是摇了摇头，示意他什么都没说。但楚风却觉得此女已经确定楚风是因此物而来。既然不是小鱼儿说的，那就只有一种可能，这女子神通广大，尽管之前距离较远，但楚风与王家家主的对话，他应该早就听到了。但也正常，毕竟这疯女人本就是神通广大的存在，不然也不会令天河霸主那种势力都忌惮，被世人称为疯子了。前辈，我的确是为此物而来。楚风也不隐瞒，女子手指轻轻一弹，那铜罐竟飘到了楚风面前。我已观察过，此物有3重锁，我只能解开第1种，若你能解开第2种，那说明此物与你有缘，此物你可拿走。疯女人说道。听闻此话，楚风也不怠慢，多谢前辈。先是施以一礼，随后便立刻动用天眼，认真观察起那铜罐。而这一看不要紧，楚风顿时感觉无形的气息扑向自己，那气息之下顿时心神难定。而当楚风收回目光，不再用天眼来观察，那股无形气息又立刻消散。楚风知道这是那铜罐的保护措施，但并非是疯女人所说的锁。于是楚风做好准备之后，再度使用天眼认真观察，无形气息再度袭来，但对于早有准备的楚风已是无法造成影响。而这种情况之下，那铜罐竟也有了变化。楚风铜罐周围漂浮出了一重铜色的屏障，那屏障原本是整体，但现在错乱开来，而这屏障蕴藏着极强的防御力。楚风猜测，这应该就是女子所说的第1重锁。一番观察之后，楚风发现了破解之法，只要将错乱的屏障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应该便可破解。
于是对那屏障进行排序。楚风这一出手，那疯女人顿时目光变化。楚风的认真观察下，能看到那同色屏障，可是在疯女人与小鱼儿此时正常目光之下，楚风手掌所触碰的地方完全是空气罢了。但疯女人知道，楚风现在就是在破解第一重锁。伴随一阵奇异光芒，那铜罐竟出现诸多裂痕。很快，那铜罐彻底碎裂。可是碎裂之后，铜罐之中却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罐子，那乃是银色罐子。除了体积比铜罐小上一些，以及颜色不同外，二者似乎没有太大差别。银罐浮现，那无形的力量变得更强。此时，哪怕楚风的心神也被扰乱。楚风没有盲目观察银罐，而是调整状态，稳定心神，稳定好一会，确定自己不会被那无形气息影响之后，这才观察起来。此时，银罐周围也出现了一重银色的屏障，此乃第二重锁。虽然破解方式相同，但难度却提升了几倍不止。楚风这一次注视了许久，原本楚风来时乃是50，可直到深夜，楚风才终于寻得那银色屏障本来的模样，于是立即上手。在楚风一番看似对着空气的操控之下，奇异光芒再现，而在那奇异光芒之下，银罐竟也碎裂，最终一个金色罐子浮现而出。见到这一幕，疯女人的目光从罐子上移到了楚风身上。此时她看向楚风的目光充斥着惊叹。至于楚风，根本顾不了这么多，而是继续观察罐子。金罐之下，无形的气息非常凶猛，也就是楚风换做其他人估计难以抵抗，可哪怕是楚风，也是面容扭曲，有些艰难。虽说楚风还是硬生生的抗住了，但却很是勉强。这种情况下，楚风再观金罐，能够看到金色屏障出现在金罐周围，只是这难度却比银色光华还要强上几倍。在心神被干扰的情况下，楚风看的是一头雾水，哪怕是他也到了极限，于是收回天眼。当楚风收回天眼那一刻，那罐子也开始变化，先是变成银罐，随后又变成了铜罐，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恢复如初。拿去吧。疯女人声音再度响起，只是疯女人已经在山洞之外，并且是背对着楚风的，显然她也是打算离开此地了，也是真的打算将这罐子赠予楚风。等一下。可就在疯女人刚要动身之际，楚风却忽然开口。可是疯女人回头问：前辈，您谢红莲花，您为何不自己去拿，而是要让晚辈去？楚风问。然而疯女人没有回答，只是意味深长地看了楚风一眼后，下一刻便是消失在了楚风与小鱼儿的视线之中。大哥哥，看来这个前辈也没传闻那么坏，反而给我一种世外高人的感觉。小鱼儿道：他刚刚都直接把你关起来了，你居然不讨厌他？楚风笑着问道。你走之后，他就把我放出来了。虽然我说话他不理我，但也并没有为难我。我觉得他应该是看中了你的天赋，所以想故意卖你个人情。至于要你去拿的什么凝血红莲花，就只是一个过程罢了。小鱼儿说道。楚风点了点头，虽然表面赞同，但心里却并不这样认为。他总觉得好像另有隐情，但具体是何隐情，他猜不到，所以才问疯女人的。此时武者商会，马强主事刚处理完事情，回到自己的寝宫内，可刚进入，他便立刻警觉起来。他发现寝宫正厅内有人，而定睛观望，他脸色大变，赶忙跪在地上施以跪拜大礼，拜见会长大人。属下不知会长大人大驾光临，有失远迎。马主事说道。我早就在了。那位说道。听闻此话，马主事不由一愣。所以你之前做的事我都见到了，结交那个楚风，你的决定很对，这是对你做出正确决定的奖励。此话说完，一张信函飘向了马主事，那是调度信函。从即日起，马主事将被提拔，可以前往武者商会的总部。而他在抬头发现会长大人已经不见，可他还是施礼道谢，多谢会长大人。此时他的身躯都在颤抖，这自然有被提拔的兴奋，也有见到会长大人的激动，但同时也有害怕，是后怕。幸亏自己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因为他知道，也就是他，如果换做其他人，应该都不会那样拉拢楚风。可很显然，会长大人会赏赐他，便说明会长大人也很欣赏楚风。若是没有结交楚风，必然前程尽毁。